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演的严旦太好笑了。追剧了沉香如屑发现杨紫演的严旦聪明才智，谁看了不说爱了爱了小猴子？总有人说跟之前的剧差不多，一点不会，剧情服化到哪里一样了？杨紫黑子太多了，没事，越黑她越红。沉香如屑前3集是仙侠剧的框架，不跟你都说一下，后面你也看不懂。从第4集开始好笑，请大家认真追剧，凭自己直观感受，不要一上来就问好不好看，人家说不好看你就不看，错过是你的损失。我觉得超级好看，越看越上头，追剧追到秃头，只能说一句根本不够看，相信杨紫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杨紫主演的这部仙侠剧不一般，沉香如屑让人看到真正的大侠大义。由郭虎、任海涛导演，张渊昂编剧，杨紫、程毅联袂主演的电视剧《沉香如屑》正式播出。该剧由北京优酷科技公司、欢瑞世纪东洋影视传媒公司、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出品，万达影视传媒公司、方特影业投资公司联合出品，赵芷成任总出品人，钟君燕任总制片人，江星光、高新杰任制片人。沉香如屑讲述了守护结界、保护苍生的6界帝君应渊，程毅是与天性善良、重情重义的汉旦仙子，严旦杨紫是携手向邪恶势力宣战，共同守护天下苍生大义的故事。该剧以中国传统美学和仁爱侠义的文化精神破题，打造唯美仙侠意境，既有中国传统美学的典雅和谐，也有仙侠剧的侠心义胆，给观众带来视觉和情感的双重享受。据悉，沉香如屑改编自苏沫的同名小说，主要讲述了6界帝君应渊与汉旦仙子严旦联手向恶势力宣战，在相知相识中逐渐解开以往的误会，最终携手维护人间正道，共同守护天下苍生的曲折故事。从播出的剧情来看，沉香如屑与以往仙侠题材剧皆有所不同。该剧开篇并不是常见的恩爱男女之情，而是以悬念起手，一场激烈的仙魔大战看得观众激动不已，惊心动魄之后，便是极具中国传统美学色彩的服化道设计，典雅高级，不落俗套，搭配男女主角的超高颜值，让观众在沉浸式观剧的同时，也能收获极致的视觉享受。据悉，该剧已在微博、豆瓣等平台引发了热烈讨论，不少观众表示，无论是剧情设计还是氛围营造，亦或是人物形象，都极具看点。除了高燃战斗场面之外，该剧还将视角聚焦于角色个体的情感选择和道义抉择。戳心的台词搭配演员的在线演技，引导观众思考自身的成长故事，和角色一同成长。剧中战乱之后，4叶汉旦成功化人，严旦和芷溪虽然同为双生花，但性格特点各异。妹妹严旦天性活泼且法力较强，为了照顾姐姐，她努力学习，想要替姐姐下凡历劫。而姐姐芷溪则性格敏感，更因为天赋不及妹妹而自卑忍让。姐妹俩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？又能否团结一心，应对挑战？令人期待。在沉香如屑中，各色人物接连出场，或喜或怒或悲，多层次的视听语言让故事和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，极具沉浸感和震撼感。而雄浑的场景色调、讲究的妆化、不拘一格的运镜，也呼应着观众对高规格古装剧的期待。沉香如屑开篇便以强情节的设计拉近与观众的距离，同时坚持符合传统中华美学和时代价值观的改编，在表达上寻求初心。厚重的文化质感为波谲云诡的世事纷争、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铺垫，向观众展现出一幅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文化图卷。有评论表示，沉香如屑以传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己任，融合中国传统美学意蕴，将中国人血脉中的侠气特质注入剧集，并对江湖、仙侠等议题进行深层次挖掘，兼具泪点与笑点，让人感慨万千的同时传递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表达。回首仙侠剧的发展，仙气越来越浓，侠气越来越淡。而沉香如屑力图摆脱这种现状，创作团队潜心打磨，力图创作出大义与小爱紧密相连的仙侠故事，带领观众与角色在仙侠世界中进行一场文化寻根之旅。02沉香如屑首播剧评太犀利，这演技套路化的锅该杨紫背吗？
只有我子的脸拉胯的这么轰轰烈烈，你们才不会注意到她那日益堪忧的演技。女主在搞无限流吗？从香蜜余生再到如今沉香，每个人在不同时空里过一把邱莹莹的瘾。不知道杨紫究竟明不明白，不是颜值不够，就是演技爆裂。这是沉香如屑空降播出后的首播辣评，观众们个个妙口生花，剧没把人逗笑，倒是各种剧评段子把人逗得哈哈大笑。目前该剧的差评主要集中在剧情老掉牙、滤镜特效差以及男女主演颜值演技拉胯3方面。今天对沉香如屑内容方面不多做赘述，也不对男主程毅多加评价，主要来谈谈本剧的女主杨紫。说起杨紫，我感觉自3年前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大爆后，一直处在水逆期，自己合作的对手搭档屡屡翻车，每殃及池鱼，心疼杨紫这个话题被屡屡冲上热搜。首先是余生请多指教这部甜宠现偶，老实说，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已经是这类题材以及这类型男女主最后的巅峰。此后这类题材在市场中泛滥，一年大大小小的甜偶剧180部，使观众对这类型剧出现审美疲劳，由爱转恨。所以这种剧就是在跟市场和观众抢时间，在观众没有腻歪、没有心生厌烦前尽快播出，这样成绩和风评都不会太差。好巧不巧，就在该剧即将拿正排播的前夕，男主肖战爆发了227事件。因为受到抵制以及各种举报的影响，本该在2020年播出的《余生》发行播出也搁置放缓，这一搁置就3年。在上来时，这种类型的女主不再像童年那样，林之孝收获的基本都是差评。接着就是《青簪行》，从《余生》拍完接了《青簪行》的拍摄顺序就能看出来，杨紫其实是个很有规划的女演员。如果正常播出的话，她可以吃到最后一波甜宠红利，接着360度大转变，惊艳四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好巧，小编看过《青簪行》的原著《簪中录》，这本小说是个大女主悬疑型爽文，女主黄紫霞聪明绝顶，屡破奇案，身背命债与天斗与命斗，沉静淡然的外表下掩藏着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气势。这类型女强女主其实正迎合了这2年非常流行的女性主义的风潮，这也是景甜的司藤会成为这2年最火爆最时髦的女性角色的原因。而小太阳迷糊型傻白甜的这种比如锦觅、林之孝已经过时了，黄紫霞这么酷突破如此之大的女性角色，只要如期面试，杨紫的事业就会更上一层楼。而这一切随着男主暴雷尽数付之东流，一子之差满盘皆输。过往傻白甜型角色的辉煌战绩使他彻底定型，所以沉香如屑这样剧本这样类型的角色才会依旧死磕他。这种角色以往一直是他的舒适圈，无论是业内还是观众对他那样的傻白甜保留着既定印象。如今沉香如屑顺利播出，大家对杨紫的表现很是失望，觉得这个角色还是在重复锦觅林之孝，就连瞪大眼睛发出惊诧表情这样的一个表演都如出一辙，而且同类型角色竟不如3、4年前那样充满活力，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满满的疲惫感。对于喜欢杨紫的观众来说，这次不走心的表现实在是太失望了。但我觉得这完全怪不得杨紫，因为大家忘了杨紫的呈现效果不仅是她一个人的付出，还有背后编剧、导演甚至平台的付出。这个角色的决定权在编剧，给角色润色的是导演，演员在编剧以及导演的指导下创作出他们想要的角色。这样重复的角色，这样的重复的表演，编剧导演一清二楚，甚至他们是刻意为之。一直以来，大家也发现影视圈总是慢观众一步，尤其是特别懒。什么题材火拍什么，什么套路什么情节爆拍什么，他们习惯性的跟风，觉得只要这样他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单改成风，傻白甜角色流行，这就是背后创作者太懒，一味想着复制粘贴而不思创新的结果。表现在沉香如屑这部剧上，就是编剧、导演以及背后制片方平台觉着只要复制锦觅这类角色，就会继续再创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成功，观众就爱看他表演这种角色。而杨紫不突破，保持自我特质，永远待在自己的舒适圈，对平台、对制作方都是最赚钱、最安全的。真正突破了，反而心里没底，有风险。而演员也在日复一日中对没有创新突破的角色失去了创作热情，只是在机械的套路表演。
而平台制片方对于流行题材、流行角色把握总是具有滞后性。从平台把司藤定位 A 级，而在司藤爆红后但女主爽剧依旧稀缺，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多么的后知后觉，从来没有反思过《延禧攻略》司藤从毫不起眼变成年度黑马原因是什么，也根本没有重视日益崛起的女性主义是什么样子，以至于写出来的《梦华录》像裹着小脚的老太太。其实整个影视产业链上下是一体的，这个行业的弊端矛盾很多时候都在演员身上表现和爆发。当有一天行业里各种毛病被治疗好了，这些演员表现也就好了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